2025年，当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跌至40余年新低，一组几乎被忽视的数据却在悄然逆流。每年约70万外国女性正通过婚姻的方式进入中国，而其中超过70%的新郎是清一色的90后、95后中国男性。他们为何集体向外看？接下来的真相比想象中更深刻。2025年，中国婚姻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，国内结婚登记对数降至610.6万对，创1980年以来新低，而中国的跨国婚姻登记却逆势增长。涉外婚姻总量虽仅占总数的 0.2% 到 0.3%， 但其中中国男乘外国女比例已超过 70%， 并在上海等的涉外婚姻中涉及77个国家和地区，登记对数达1097对。最新数据估算，2025年已有约70万外国女性嫁入中国。在广西、云南等边境省份，中国男娶外国女的比例甚至超 80%。 这一趋势的核心驱动者正是90后和95后男性群体。1990到1999年出生的90后约 2.1亿人，其中1995到1999年出生的95后约4500万人。这些人不仅是中国国内适婚人口的主体，更是跨国婚姻的最大受益者和主导力量。中国90后与95后男性正处于结婚高峰期，25到40岁，其总基数占中国全国适婚男性的 60% 以上，远超对亚市减少的00后。00后出生人口约 1.2亿人。然而，由于历史性别失衡，导致全国适婚男性超过3000万光棍，出生性别比高达118比100。这一婚姻挤压现象在90后、95后群体中最为集中。预计2030年前，这些男性群体将面临女性短缺高峰。当前，中国国内结婚率暴跌，进一步放大压力。据统计，2024年促结婚率仅4.3%。高房价、平均10到20万元的彩礼和就业竞争，让许多90后、95后中国男性望婚却步。相比之下，外国女性，尤其东南亚、东欧女性，对经济保障要求不高，而且彩礼更低，甚至倒贴，因此结婚门槛更易跨越。结果，90后、95后中国男性成为了跨国婚姻的主力。中国民政数据显示，2024年涉外婚姻中，25到35岁中国男性占比超 65%， 远高于其他年龄段。中国90后、95后男性正值职业黄金期，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到8万元每年，一线城市更高。在 PPP 调整后，已领先东欧、东南亚、拉美等多数国家。90后、95后男性不仅是数字原住民，还受益于中国经济复苏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结婚登记回升 10.9%， 但中国女性择偶标准，包括房车彩礼，仍让许多中国男性知难而退。于是，他们将目标转向外国婚姻市场。科技基础设施则放大了中国的吸引力。中国的高铁、5G 支付和无人机外卖让外国女性视中国为生活升级。东南亚女性，主要是越南和泰国，占比中国涉外婚姻 40% 以上。正是因为中国男性提供稳定中产生活，月薪5000元在中国2线城市及小康，超越越南本地平均水平的3倍。Duolingo 数据显示，2024到2025年汉语学习者中，女性占比超 60%， 动机前3为经济机会，占比 28%， 与中国男性恋爱，占比 22%， 文化融入，占比 19%。此外，90后、95后中国男性熟练使用 Tinder、HelloTalk 等约会 APP， 匹配效率是父辈的10倍以上。
中国社交媒体已成为全球中国男友的推手，小红书海外用户超 1.2 亿，其中 75% 为女性，内容聚焦中国男性温柔、经济独立。TikTok 禁令后，美国用户转向 RedNote 及小红书国际版，导致 Duolingo 美区汉语学习者激增 216%， 多为18到35岁女性。另外，90后、95后中国男性文化自信更强，他们主导 B 站、抖音输出原神、麻辣烫文化，让外国女性视中文为最性感语言。2025年汉语学习者年增长超 70%，76% 为30岁以下女性，其中 40% 动机直指与中国伴侣沟通。相比欧美男性 AA 制文化，中国男性的宠妻模式在东欧，如乌克兰和俄罗斯女性中口碑爆棚。中国男性涉外婚姻中，东欧女性占比升至 15%。全球婚姻市场2025年趋势显示，发达国家男性结婚意愿降至历史低。美国30岁以下男性 34% 表示永不结婚，高学历女性面临优质男荒。东欧和东南亚女性外嫁率飙升，例如越南女性国际婚姻中，中国男性占比超 20%。由于本地男性外流与经济压力导致，中国90后、95后男性正值国际流动性高峰，留学工作经历丰富，英语或外语能力强，匹配 K1 签证等渠道效率高。在外娶市场中，菲律宾女性对中国男性的偏好最高，每年超7000例类似婚姻，而这一群体平均年龄28岁，刚好与90后、95后高度重合。2023到2025年，中国涉外婚姻政策优化，以战士服务缩短审批至6个月。北京和上海跨省通办率达 18%， 社会舆论转向正面，娶洋媳妇被视为全球化象征。尤其对90后、95后来说，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，跨文化适应力强。不过2030年后，中国00后基数锐减，外国女性对中国的新鲜感将递减。90后、95后中国男性是最后一批享有人口加经济双红利的群体，预计将会成为中国涉外婚姻的最大累计规模，将有超过100万对跨国夫妻。90后与95后中国男性将成为迎娶外国媳妇的最大群体，不是偶然，而是人口挤压、经济和科技发展、文化输出、全球错配以及政策红利的完美交汇。从2025年开始，这一趋势已从边缘慢慢走向主流。中国涉外婚姻增长 41%， 而国内结婚率跌至 20.5%。对90后、95后这一代中国男性而言，国际婚姻不仅是备选，更是战略性机遇。它将缓解国内压力，提供多元家庭模式，并助力中国软实力输出。未来，随着全球一体化加深，这一群体或将重塑中国人的国际版图。